帝大人如此好酒，就不怕醉起来贻误战机吗？喝最烈的酒，杀最悍的敌人，这才叫做潇洒。殿下要不要来一口啊？哦，差点忘了，殿下不胜酒力，喝一杯就会醉，还容易向身边的人吐露真心话。若是届时向北秦人吐露了情报，那可就不太好了。我是大晋太子，断不会向敌人松口。至于会不会向身边人吐露真心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子安，多谢你能放下旧怨，和我们一起来西北。你我虽隔世仇，但也生活在同一片疆土之上。边琴，你来到战场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千万别受伤了。你不要害怕，我会保护好你。我不会武功，也不上战场，只能尽一些绵薄之力，为大家包扎伤口，送一些水和食物。吃饱了才能打胜仗，你的绵薄之力很重要。哎，这些饼好了吧？那我拿过去送给小姐。哎，吃你的饼吧，姐和殿下好不容易才能相见，你就别过去碍事儿了。别去了，好吧。唉，他们终于放下了隔阂。姐自从变回弟子园以后，他们俩就像陌生人一样。殿下和小姐都是心怀苍生之人，也会选择为了苍生而并肩的。或许，他们只有远离京城，才能活得像任安乐和寒夜。自上次从花园山回京的那一刻起，我早已想好了我们的结局。什么结局？要么势不两立，要么天各一方。没想到命运给了我们第三条路。虽然能与你并肩抗敌，真好。骆大人，怎么没见帝大人的影子啊？这峡谷道路崎岖，小径纵深，务必要仔细搜索，一定要找到帝大人跟他的队伍。是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我择日便接到了北秦密报，得知他们在峡谷中设了埋伏。可明明是我们先知道北秦人的行踪，密报有问题。假意劫杀，又特地把我骗来支援。子渊，洛明熙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收到密报，你没事吧？你也截获了密报？是啊，我也是截获密报而来。但在此处埋伏的北秦军不过1000人。不好，是调虎离山。
身先士卒，以身为饵，引北秦军入瓮。北秦军虽来势汹汹，但我军据守城池之地利，但无动作，便可趁其不备，先发制人，以机关奇袭挫其兵锐，继而万箭齐发破其坚甲。我安宁绕城三匝，劫其心智；诸位临高攻敌，削其精锐。如此，定能以寡敌众，手下青南。此战不求大胜，但求诸位兄弟能坚守到援兵到来。青南诸将士，有必救之军，有必守之城，绝不会亡没在北秦手中。放马过来！听你们！安宁将军，不要再顽抗了，束手就擒，还能保住你的性命。沙场捐躯，死亦光荣。我岂会苟且偷安，受你们北秦外敌之辱？谁生谁死，枪下见！既然如此，那就成全你，杀了他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他是大晋主帅，必须生擒。到此刻才敢现身吗？漠北，你真是令我不齿之极！安宁，放下武器吧。你若举城降我北秦，我冷北院担保，让你继续做主帅。休
这一切都结束了吧？若那晚静心堂我没去，就不会知道真相，不会心怀愧疚，束手西北，也不会遇见冷北，不会亲手将青南城葬送。我这一生都没能如父亲所言，安康长宁。殿下，禀殿下，青南城失守，安宁将军战死。你说什么？北秦突然来犯，将军为护城中百姓安危，战至最后一刻，未退半步。殿下，将军至死都在等待援军啊！排长，据你所说，北秦是在昨日连夜发起了突袭，但此前安宁明明可以带精锐部队撤出青南城，他何至于死守？殿下，安宁将军是想用他的坚守，为我大晋援军换来战机。骆明熙，你奉旨带兵支援青南城，为何出现在此处？是臣判断有误。殿下，末将有话要讲。说，我们本来得及赶到青南城，是骆大人下令强逼我们调转码头。殿下，安宁将军死的冤枉啊！请殿下主持公道。殿下主持公道。明熙，你简直胆大妄为，无法无天！我大晋的援军竟成了个寻死之物！都是朕的错。如今安宁一事，青南城沦陷，你一句错了，何其轻巧，又何其可笑！处死骆明熙，告慰安宁将军在天之灵。处死骆明熙，告慰安宁将军在天之灵。处死骆明熙，告慰安宁将军在天之灵。骆明熙，你妄下军令，延误军机，致我大晋主将战死沙场，青南城沦陷，依军法处置，其罪当诛。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择日行刑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骆明熙的事，能不能听我一言？太子殿下，眼下这是用人之际，如果现在杀了骆明熙，那谁来坐镇后方出谋划策？死的是驻守多年的一城将领，失的是大晋的关口要塞。子元，你该清楚他犯下了何等大错。眼下情势，斩杀骆明熙才能镇住军心。
是他铸成大错。假君情让他心神大乱，误判形势，安宁惨死，更是让他恨不能以身替之。太子殿下，但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希望你能够给骆明熙一次机会，让他将功补过。什么样的功劳可以挽回安宁的死？我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。如果殿下真的要这样，我愿替他受罚。谁也不能替他受罚。数万将士冒名死战，数十座城池沦陷于战火，他们都是为国而战，都不该枉死。军心一日，青南城一日便难以夺回，届时北秦便可长驱直入，大尽威仪，天下苍生威仪。除了斩杀骆明熙，我没有选择。骆明熙是不知情之心人，他难道对我便无关紧要？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妹，难道还想再失去一个挚友吗？我是安宁的兄弟，骆明熙的朋友，更是大将太子义军统帅。不杀了，我比你更伟大。殿下，大人，将军出战前交代我，如果他，这是他出战前特意交代给我，嘱咐我一定要转交给大人和殿下的一封信。I'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. I'm patient, but my mind, it can hardly take it. I'm chasing a dream that I've had for several ages. A vacant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. 子渊，太子哥哥，斩信驾，得见此信，便是我已失落。我曾数度路过青南，却不敢踏入半步，因为青南城旁荒山之下，有8万枉死的大晋子民。安乐，安宁，我们情投意合，今日在此结为姐妹。此次帝家失留，我重回西北，欲前往击北。可恨咫尺之距，北秦相阻。我乃大晋公主，亦是大晋将军。然念我一生，为女不孝，为臣不忠，愧于家国。虽如此，我仍想尽微薄之力，守住8万将士的埋骨之地。于我而言，唯有战死，方能堂堂正正地去见他们。韩帝两家的恩怨，既从青南而起，也该了结于青南。10年前的事与你何干？若不是你站出来，帝家之安和帝家的8万冤魂，也难以得到平反。子渊，太子哥哥，恕安宁未能承诺，然魂归此处，是我所愿。
望二位相守相知，不再囿于前尘往事。望二位携手，重振山河。回目不见，虽死不悔。此后千千万万，唯愿珍重，安宁绝笔。安宁，我再也不能和你一起喝酒，一起骑马，一起听剧，一起打架。安宁，我明日便把你带回来。殿下，您为战事奔波数日，已经许久没有歇息了。吃点东西吧。战况紧急，青南城已经失守。我若多歇息一刻，便会多一座城池沦陷于战火。我知道你在为安宁的死难过，但现在还不是为亡者悲伤的时刻。为了大境的百姓，我们还不能停下脚步。殿下，我知道，公主战死，你才是那个心里最难过的人。我会永远和你站在一起。自从安宁踏入青南城的那一刻起，就没想过要活着出去。安宁背负着沉重的往事，踽踽独行了10年，至死才得以释怀。我身为兄长，竟然一无所知。殿下，时候不早了，快回去睡吧。殿下，快去。从小到大，就哥哥最关心我。我既身为你的兄长，你不想做的、不愿做的、承受不了之事，我都会替你去承担。只是以后，你心里面有任何事情，都不准再瞒着我。我理解你，但独自背负秘密的沉重，我更懂。走了，一路平安。
明熙哥哥，子安，对不住，我没能说服寒夜。该道歉的是我，寒夜不能，也不该妥协。不会的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安宁已逝，如今你是我仅有的挚友。我擅改援军方向，违抗军令。如今只有我死，才能稳定军心，大清才能取胜。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，是你让我拥有了恣意的10年，是你呕心沥血，助我为帝家洗清冤屈。我绝对不会让寒夜杀了你的。要杀我的不是寒夜，是军心。我可以扭转军心。子安，我记得你说过，我是帝家后人，应有家主当年翻云覆雨的魄力。是，我是说过。那好。文硕，你替我去看看他，带点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。别说是我让你去的。殿下，温寿一大早就不见踪迹，也不知去了何处。寒夜，我知道骆明熙违逆军令视为死罪，我会用自己的命换回青南城，也请你留骆明熙一命。坏了！来人！参见太子殿下。集结军队，进攻青南城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殿下，安宁将军的仇害未报，若不将骆明熙枭首示众，如何凝聚军心士气，攻打北秦军队？请恕末将不能从命。不听军令，不顾大局，你们可还记得自己身披战袍、手握长剑是为了什么？你们都是大晋的好儿郎，如今江山倾颓，百姓民不聊生，你们当真能在此处安之若素吗？此时此刻，你我的家乡、故土正在饱受战火的摧残。若是不夺回青南城，不日北秦便可长驱直入，届时四海之内岂有宁日？有多少将士和百姓会屈死在铁骑之下？又有多少家庭会妻离子散、血脉尽断啊？我知道，你们是在为安宁和将士们的牺牲不平。可是他们宁死不退，为的是我大京的疆土不沦陷于异族之手，为的是百姓安居、山河安稳。只有夺回青南，才能告慰在这里战死的英魂。我是大京的太子，安宁的兄长，更是你们的同袍大京的子民。此战，可有人愿同我一起，戮力同心，救苍生于水火，复大京之威仪？白征愿随殿下夺回青南，以全安宁将军遗愿。愿随殿下攻入青南，愿随殿下攻入青南，愿随殿下攻入青南，愿随殿下攻入青南。此战过后，骆明熙之事，我定会给诸将士一个交代。
温硕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偷偷来的，我没有告诉殿下。温硕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为什么要跟过来？安乐姐，我很担心你们。我身为大晋的子民，守护疆土也是我的责任。够血性，不愧是我弟。听说温公子自幼跟着太子殿下读了不少兵书，想来对行军打仗之事也并不陌生。依白征所言，安宁将军之前将全城辎重全部撤出，眼下青南城已无粮草，而北秦军刚刚攻下青南城，眼下还来不及休整。此时是他们最薄弱的时候，我们或许可以趁此机会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韩爷果真把你养得不错。如果我弟弟禁言在世的话，应该也会跟你一样。出发吧。好，走。受死！弟子元，好身手！你把安宁给我交出来！杀！北秦守兵已溃不成军了！想换回安宁，至少得拿出些诚意，不是？安宁已死，你居然还想利用他！弟子元，你可知道，你每日安寝的时候，安宁整夜的做噩梦，是因为谁？你逼他当众指认自己的亲祖母愧对自己亲人的时候，你可知道他心里的痛楚？他所有的痛苦，都是因为你。眼下，你居然还有脸指责我在利用安宁！你要是真为他好，你就应该拿出几座城池，合议献上碎币，把安宁交换回去，好让他魂归故土。冷北，你够了！他毕生的心愿就是寸土不让，不想还人就受死！看招！
经做得很好了，你把青南城夺回来了。子源，子源，子源！安乐姐怎么样了？这都3天了，小姐还是没正应，伤得太重。这会儿，太子殿下还在里面陪着呢。既然殿下在，那我晚会儿再来。小姐吉人自有天相，你也别太忧心。好吧。子源，你就这么不愿意想我？最近，我总是想起10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你的样子。记得那天下着大雪，整个皇宫都被冰雪覆盖。我从御书房出来，你裹着一身火红小裘，把安宁护在你的身后。你呀你，一个7、8岁的小丫头，敢在天家的皇宫里面训斥后妃无德，怕是整个大晋也找不出第2个贵女能似你这般性子。我那时就在想，皇爷爷给我找了个好媳妇儿回来。可是后来发生了太多事。我这辈子最感谢的，就是黄爷爷的那道赐婚圣旨。你是我韩业昭告天下、世人皆知的太子妃。这一世，我没什么可遗憾的，因为在这世上，我只求你一个理解。骆明熙，你我虽然性格不同，但是这些年来，我深知你比我韩业胸中更有求和。殿下，这个时候就不要夸奖我。你为了帝家，为子源，可以臣服朝堂10年之久，步步为营，成算在即。你怎会轻易中计？冷北此计，相知两心。我没有不忠的不义。你轻信的不是冷北，你轻信的是安宁。冷北算准了安宁和你都不会用子源的性命来赌，即便有被骗的可能，也会拼尽一切去维护。子源与北清来府，如借此信，不明信。我恳请你先行驰援子源，青南城上打一战之。
姐，你怎能半个字都不懂？你当真要逼我亲手杀了你吗？我这条苟延残喘的命，死不足惜。为安宁报仇，平息众怒，请殿下赐我一死。洛明熙，这次我也保不了你。你要保的是大晋尊严、边疆安危，还有子元今后的一切。I'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. I'm patient, but my mind, it can hardly take it. I'm chasing a dream that I've had for several ages. A vacant, modern kingdom for the taking. Now that I've been put through hell, I never got anyone's help.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小姐，小姐你醒了。太好了，小姐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昏睡了3天了，辛苦你了。小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小姐，你可算是醒了，你要是再不醒，太子殿下恐怕都要随你而去了。太子殿下日夜不睡，一代不解地守护着小姐你，我和院叔都只能在一旁打打下手。是啊，这几天太子殿下一直都在这里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。他人在哪？他……骆明熙，你擅自修改军令，私调援军，导致安宁战死，青南城沦陷。面对3军将士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臣无话可说。罗明熙，小姐，不许喝！你不要喝，不许喝！子元，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？我说过我可以保你不死的。死在这种地方，我不允许。罗明熙，罗明熙，死！带着地下去，走下去。不能死！不能死啊，罗明熙！罗明熙，不要死！你怎么能因为这种原因死在这种地方啊？明熙哥哥，你不能死！明熙哥哥！我为你抖落一身风雪，愿光为你停留。不谈风月，我陪着你把
阿姨，我已经夺回青南城，整个青南，难道还换不回一个骆明熙吗？国有国法，军有军规。骆明熙公然扰乱军纪，其罪当诛。子渊，对不起。阿爷，你是不假死的英明处决，这是幸事，只是我无福消受。你不能带走他。他已经死了，居心已稳，你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。子渊，你不要意气用事了。今天谁也不能拦我。弟子渊，你当真要乱了骆明熙以死换来的军心吗？怎么可能乱呢？他死了。带走尸首，就地掩埋。小姐，你这么跪下去，身子如何经得住？我和袁叔知道你难过，骆大人去了，我们心里也难过。小姐，若是骆大人他在天有灵，一定不愿意看见您现在这副样子。骆明熙追越我，10多年来如兄如父，与世英勇。正是因为他，才有了如今的弟子渊。可是我却……寒夜，他生于皇室，怎么能懂相依为命的羁绊有多深？袁叔，带小姐回去。殿下，您一日没进食，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吃得消呢？您好歹喝口汤吧。我知道了。你要想处置我，也得先吃了这口饭再说。殿下，我知道你心里很不好受，可事已至此，你也不能这么对待你。今日之事，你怎么看？带着地下去。
走下去。小姐，我们该歇息了。我要集结地下军。安宁将军为国战死，令人敬佩。殿下处死骆大人，手段虽然有些冷酷，可义军士气最为要紧。但只不过此举确实是伤了安乐姐的心。战况如此，此时若是军心不稳，让北秦钻了空子，我身为大靖主君，无颜面对大靖百姓。文硕，战争是残酷的，我是主帅，咱们和北秦还有硬仗要打，万千将士也都看着我，我不能有一丝犹豫。温硕，明白了。温硕告退。过来坐吧。好。方才殿下向我倾诉为何坚持处死罗大人，其实我知道，他最想向安乐姐解释，只是……小姐，因为骆大人被赐死一事，对太子殿下更加怨恨，恐怕他们以后真的要划清界限，势不两立了。院前，我们不会摇为敌吧？其实那日京城一别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所以平日里，我一有空就时常去仁府，坐在我们曾经一起待过的地方，一待就是半日。殿下还说我小小年纪，怎么患上了相思病？随后，我听闻安乐姐要来战场，心想着终于可以见到你了。但转念一想，战场上危险重重，你还是不来的好。但所幸，你不太会武功，安乐姐她也不会带你出战。我想通了，我和你之间的事，与他人无关。你既然勇敢地来到我面前，我也要把我内心真实想法告诉你。哦，那你说吧。温硕，我也想你。
如此行进，想必不久便可拿下周边的几座城池。届时一定要将大队人马全部投在城外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子渊，你要做什么？如此大的行动，需要好好筹划一番，切不可贸然出兵。多谢太子殿下提醒，我已谋划得很清楚，不必太子殿下费心。属下还有军务在身，先行告退。子渊，昨日之事，臣明白。如今大敌当前，军心不稳，自然是稳定军心最为重要。所以臣谋划着该如何与北秦军继续作战。如此，我已经集结了所有帝家军，做好了部署。帝家军？你说的是从靖南带来的安乐寨水匪？他们并非正规军，只堪用作骑兵，万不可当主力来作战。不是他们，是真正的帝家军。我要反攻北秦，杀了冷北，给安宁报仇。子渊，行军打仗不是逞一时之勇。殿下，我将手下的所有将士都视为自己手足，绝不会打无准备之仗。如今西北局势不顺，将士士气低落，殿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先锋，突破眼前的格局。你说的没错，可这先锋为何非你不可？我曾率数百靖南军收复青南城，我在军中已经有足够的威望。趁着攻下青南城，一鼓作气，拿回其他几个城池，定会打北秦一个措手不及。那我也带兵同去攻城。不必了。太子殿下深系三军之威，自然还是留在青南城比较好。西北乃帝家军埋骨之地，有众多散落旧部。我作为帝家后人，振臂一呼，必然会天下群起响应。这一仗，有臣足矣。各位帝家军的将士们，这片疆土是由我们的先辈和同袍拼死守护下来的。如今，他们正在西北的上空看着我们，战役才刚刚开始。让我们一起夺回被北秦侵占的大靖城池，还大靖子民一个安平盛世，也好真正能告慰这些将士在天之灵，夺回城池。跟随将军，夺回城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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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话说帝子元带领靖南数百兵马，一路杀到北秦王子冷北的军帐前，助大靖夺回了青南城，又在短时间内重击帝家军。帝家军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崛起，一路所向披靡，将大靖所失城池尽数收回。至此，雄踞西北的北秦军是节节败退，以致全军崩溃。帝子元与北秦是闻风丧胆的敌帅，于我大靖而言，却是誓死为国的军神。陛下，西北城池尽数收回，大靖的边防忧患已除，北秦军已成强弩之末，退兵是迟早的了。
可朕听闻，百姓都在说，是帝家军守护住了大晋疆土，边境有帝家军在，大晋才能稳若磐石。哼，是陛下的庇佑啊！太子殿下征战边境，大晋才能固若金汤啊！帝家军10年前遭受重创，如今帝子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重建，实力可不逊当初啊！好一个帝子元呐，这是想将大晋翻个第二朝天呐！朕绝不会让大晋长太子身处险境。那陛下的意思是？现在的战事已经接近尾声，被帝子元掌控的城池是该回到太子手中了。赵福，召集梅花内卫，即日起赶赴青南城。帝子元绝对不能活着离开西北。陛下，他如今已经是深得民心呐。如果是死于皇家内卫的手中，这……帝子元死于北秦刀剑之下，届时就以忠烈之名厚葬了吧。我苦心孤诣潜伏多年，帝子元竟然一夕之间将我的部署一举击溃。帝家后人果然不容小觑。殿下，青南城一丢，我们进退两难呐。眼下我们营帐内的士兵尚可一战，但想要夺回城池，也是孤掌难鸣。殿下可有决断？擒贼先擒王。殿下的意思是？帝家军的统帅帝子元，要想一扫颓势，必须要杀了他。明日我会求助陛下，召全部北秦军一战。如今帝子元坐镇青南城，重组的帝家军只听他号令。若是让他死在这青南山上，那帝家军定会溃不成军。全听殿下发号施令。帝子元，我怎能让你们就这样扳回一城？安宁，哥哥来看你了。骆明熙，多谢你把安宁带回来，还多亏你，让我以假死平息了众怒，这才得以偷生。更何况，我本就欠安宁的，我做的这些根本就不足以偿还我对她的亏欠。
姐姐，你这么漂亮，是不会伤害我的，对吧？默笙，我找你很久了。骆明熙，你竟然还活着！你要的安宁的尸体我已经带来了，快把双儿还我！双儿，双儿，双儿，你没受伤吧？哥，回来就好。将军，我带你回去。是阿宁要决一赴死的。他得到北秦伏击子元的线报，便传书要你调兵援救子元。他明知道这军令一旦发出，就再无退路，却还是为了保全子元和荆南军兵力，舍弃了自己的性命。骆明熙，你本就是依令行事，从未触犯军规，又何来偷生之说？待回到军县城，你便传我手谕，向军中说明一切。既然殿下那日便猜到了此前情由，想必也能明白我为何不肯将真相和盘托出。也是因为安宁为稳定军心，到死都隐瞒了此事。他既能舍生取义，你便会以沉默保全他免遭非议。此是其一，所以殿下若想还我清白，还是等战事平息之后再说吧。其二，你本就想要我处死你。骆明熙，但你想以自己的死激发子元斗志，重振帝家军，此举我深觉欠妥。我确实有私心，可是寒夜，子元他一腔热血，为大晋，为苍生，我求你保他一命。何出此言？我收到消息，陛下已经派出梅花内卫来刺杀他。我也收到密报，北京将发起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攻，目标正是子元。子元为了大晋，一路拼死奋战，竟还是磨灭不了陛下对他的猜疑。其实陛下这么做，都是为了你。你身为一国储君，是陛下费尽心血一手栽培出来的继承者。可如今子元的声望已经能够和你比肩，所以陛下自然不会放过他。为人臣子，最忌功高震主。只要子元手握帝家军一日，陛下便容不下他一日。但子元跟我说过，他说他相信你寒夜作为继承者，定会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。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我此次回来就是为了协助子元。罗明熙，梅花内卫是世间少有的高手，纵使你知道他们要来刺杀子元，可你有办法阻拦吗？让子元去郡县城，我留在庆南城。但对外，你要帮我放出消息，让陛下和北秦都以为去到郡县城的人是我。
那你起飞腹背受敌，这太冒险了。此举看似冒险，实则有惊无险。如此一来，梅花内卫势必会来到青南城，到时候我便将他们化为己用，引他们与北清一战。等他们到了青南城，就算发现自己被利用了，也不会丢下太子殿下不管，转头去刺杀紫元是吧？不过此次北秦倾国之力，就算梅花内卫武功高强，但这一战还是孤注一掷，凶多吉少。罗明熙，此战谁去都是死局，只有我能尚且一劫。我还以为这局你让了我一次，但最终还是你赢了。能让你骆大人认输一回，也算是我毕生之幸啊！这并非朝堂，你还是叫我骆明熙吧。明熙哥哥，此时重振帝家军，于国于家，本就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我懂你的苦心，但你势不必以死相急。将军，方才截获的北秦密报，他们正在集结军队，准备突袭郡县城。这。青南城是大晋的主军要塞，但是这郡县城则是后方的城市，眼下并无军援。他们去郡县城做什么？走。小姐，收到一封密信，似乎是骆大人寄来的。骆大人？你看。子元，展信家，我一切安好，你且放心。寒夜行刑之前，我调回了卢角，我虽已假死，侥幸逃生。如今我已在千月阁帮助下，与莫霜与冷北做交易，将安宁带回了郡县城，你全力应战，切勿。我明熙没有死。北秦军为何要前往郡县城？莫不是冷北要报复他？安宁报仇的时机到了，全军尽力，随我前往郡县城。是。我第一次来这青南城之时，是来接8万阴魂回京。那时西北之守，兵马不在，只有这巨坑当中的累累白骨在等着我。那时我便想，我定会让这苍生永享太平。第二次来到这青南城，是听闻安宁死讯之事。当时我一路拼杀至此，可是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没能替安宁复仇。第3次来到这青南城，是来跟你告别的。寒夜，这余生我都不想再踏进这座山中而已。好。子元，离开青南城吧。是该如此。不相见最好。子元，大敌当前，你要小心。你要好好的回到青南。看场死花根。
惜别无益。在战争结束之前，各尽职责。不必再讲了。